Hello， 大家欢迎回到 Lindsay 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准备面试的心得。那开始之前呢，先介绍一下我本人呢，是之前在美国生活过10年的朝鲜族。之前也在视频里说过，我离开美国了嘛。接下来的视频呢，一半在 vlog 方面，更多的是分享 MBA 的一些生活；再一半呢，还是延续之前频道的风格，像是以前分享过我的爱用啊、职场啊、生活攻略啊等等吧。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也希望以前就关注我的朋友，不要因为我离开美国就取关我。之前的视频风格和内容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其实各行各业的面试还是挺大不相同的吧，但是呢，也无外乎那么些点。我今天就不太往深的说，主要重点去分享怎么更好的准备 behavior interview 吧。像我们做咨询的话，可能还有 case interview 啊什么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可以再单独出一期。首先想分享一下，在面试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大概有5点。第一呢，要去了解你的面试官，这个可以很轻松的从 LinkedIn 啊，或者是公司网页得到一些信息，适当的去找一些和他的共同点。第二点呢，去充分的了解这家公司，比如说它的 vision、mission、value。其实很多时候公司问的问题都是会围绕着他们的 value 来进行的。像 Amazon 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每个公司都相应的有自己的那一套，在每一点下面会分支出一些面试的问题。去了解这些呢，你能知道他们想要的 keyword 是什么。你在面试的时候主要提到他们 value 里面的那么几点，有点像完形填空一样。第三呢，就是去看公司的财报 10K、10Q 这些，尤其如果是跟财务相关的工作的话，即使跟财务不相关的工作，其实也可以去简单的了解一下，看看现在公司运营情况是怎么样，公司在哪一些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都有助于你去了解一个公司。第四呢，去找一些跟公司相关的新闻，这些就简单的 Google 一下，公司的名字可能都会出来，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新闻，可以在面试当中聊一下。第五的话是一定要充分的去了解这个 JD， 因为很多时候他的面试问题也会围绕着这个 JD， 看看你是否有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相关的背景。好，这个是面试前需要准备的东西。那接下来聊一聊在面试中会涉及到的问题。第一点一定是去介绍你自己，这个就不多说了，太 basic 了。快速的提一下，我去介绍我自己的话，基本上会从3个方面 ：identity、accomplishment and person。identity 就是先说我是谁谁谁，我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哪个大学的学生，或者我是哪个公司的什么样职位的人，都是你的 identity。accomplishment 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或者你在学校当中做了哪一些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很好的和上一个做衔接。比如说你要是在学校的话，就是说我在校当中参加了哪些社团，并且完成了哪些活动，是我觉得 highlight of my college life。或者在工作当中，你会说曾经帮我们公司完成过哪些项目，从而培养了我的哪方面的 skills 比较突出。最后呢，一个就是 person，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要太笼统的说 I am a detail oriented 这些东西，也可以提一下你的兴趣爱好，我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干一些什么。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按时间轴的方式来，可以说我是哪里人，大概在几岁的时候来了美国，在这边读书，当时是为什么想要来，毕业了之后加入了什么行业，因为怎么样的契机又觉得我想来读一个 MBA。 第二个问题呢，大概率会问到 Why company， 你为什么要想要申请我们公司。 Why company 问题去回答，我一直都是觉得其实是回答3个问题， Why company、 Why position and Why you， 以这个思路去回答。首先你说为什么这家公司，你可以去肯定这家公司在业界的位置，他可能也会问4大都是在业界比较好，那你为什么选4大当中的我们这家。这个时候你提前做一些功课，关于这个公司比较独特的擅长的东西就派上用场了。答 Why company 的时候，可以先说公司在业界的地位，再说这个公司比较特别的一些东西，最后其实也可以加一点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你们公司的，他描述的他的工作内容让我觉得很感兴趣，然后再把它转到 Why position， 为什么我想申请这个职位，公司的这些领域都很强啊，而我恰巧在这些领域有过一些经验，所以我也有 transferable skills。 在这儿就又非常的自然的过渡到 Why you， 为什么 Why we need to hire you right， 这里面就再突出一下你的长处。再接下来可能就是 walk me through your resume。 关于简历呢，之前我也出过一期视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简历非常的熟悉，随便拿出来任何一个单词，你都能马上能想出我在说的是哪一件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在简历里面挑哪一个事情，你认为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事儿，但有可能面试官就很感兴趣，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简历非常的熟悉。在提简历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
他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离开了这家公司，所以 exit statement 也是一定要准备的。如果你有几次跳槽的经历的话，其实我就会建议实话实说，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其实整个面试过程中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对话都是一个机会让你去显示自己，即使他是问你为什么要跳槽这样子的问题，你也可以把它进化成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即使你是说被裁员了，你也可以说没错，当时就是被裁员了，但是我的 performance review 一直还不错，我也可以提供前公司领导的一些 reference 和 comment， 我想这足以证明我在工作能力上没有问题，只是因为公司的结构导致我的这个岗位被裁了。再接下来问你一些 behavior question 了，大概就是 tell me a time blah blah blah， 这个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资料了，大家都知道这个 STAR method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 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个框架着重去讲一下你的 action， 以及因为你做的这些 action 带来了怎么样的正面的影响。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准备的呢？我记得在我准备第一份全职工作的时候，我把网上能找到的所有的 behavior question 几十道问题吧，也有很多重复的，放到一个 Word 文档里面，我会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用文案的形式给它写出来。很多时候当你准备的时候，你知道哦，我这个大概要说这个，可是英语不是你的第一语言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非常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你想表达的意思，怕自己的一些发音或者语法问题对方听不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学校雇了一个英文专业的美国人，我每周跟他 meet 一次，然后我会把我的面试问题每一个都用英语写下来了之后，让他帮我去改到既又口语化又一针见血，非常言简意赅的表达我想要的意思。我们俩就这样见了几个月吧，当时准备了能有20-30页的 Word 文档，可以说把我能想到的 behavior question 全都准备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背。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表达能力，当你在一个比较有压力且紧张的环境下，很多时候其实是表达不全自己的意思的。当然了，当你在回答的时候，你不能非常明显的背下来的痕迹，你还要装作是一个很自然的，是当时临时就想出来的那样子，非常口语化的，而你心里其实知道我这已经了如指掌，可以倒背如流了。这个是可能你要一遍一遍对着镜子去练，也有一定表演的成分。再多说一句，准备这些 behavior question 的话，其实你的这些故事无外乎那么几点，比如说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呀，你的 team leadership 呀，或者你的 strength and weakness， 每个这些点都准备一个自己的小故事。我会建议最终准备20个小故事左右吧，可以达到在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你的任何问题，你都有一个故事可以回答。我那个时候大概在大3开始吧，生活中去搜集这些例子。当我生活中发现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故事，我可以在面试当中提及。在工作之后呢，我也会有记工作日记的习惯，每一天大概发生什么，或者我今天做了哪些我觉得还蛮有影响力的一个事情，我都会记下来，这样也不会让自己之后准备面试的时候没有素材。虽然准备的过程只是面试前的那段时间，但其实在很久之前已经开始慢慢去积累这个事情了。大概几个 behavior question 之后，最后可能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同时面试其他的公司。 which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挺 stupid， 但是确实也会被经常问到。这个时候会有2种比较好的答案吧，我想的是，一个是你可以就说其实我刚开始找工作还没有太接触其他的公司，我还是会建议实话实说哈，如果这个真的是你的真实情况的话。还有一个呢，我会觉得说比较官方的去回答吧，就是我现在确实是在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interview process， 但是贵公司是我的 priority because blah blah blah， 就是还是前面说的 Y company 的那些答案。然后在面试的最后呢，他肯定会问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他。在这里呢，我又总结出来了一个 4C 原则，就是 connect culture challenge close。 connect 的话就是我之前 networking 那期也说过了，每个人都喜欢 share 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个时候可以把你前面做的关于你面试官的 background 的那些调研在这里提一下，最好提一些跟你可能比较相关的，比如说你也是一个转行的人，你就可以问我看到你当年也是从 tech 转到 finance 的，你为什么想要转到这个的？你也是从乙方转到甲方的，转换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再由此回到 culture， 但是这个不是说让你直接问 what is the corporate culture， 就这么大的问题，对方也会觉得我怎么回答你，对吧？你可以更细的去问一下，比如说这个 team 现在多大呀？我的 peers 或者是我的 supervisor 大概有几个人啊？我加入了之后是大概怎么样去 training 我呀？之后就到 challenge 方面，这个也可以先从非常大的现在公司或者这个部门你认为遇到的是怎样的 challenge 我们需要解决，再可以细化到那你觉得这个岗位可以怎么样去帮你解决到这些 challenge， 然后再可以细化到你觉得如果我真的加入了的话，这个职位会有哪些的 challenge， 你会建议我到怎么样去解决这些 challenge 呢？最后就变成 close。 当然你不太好问说你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之类的，但你可以侧面的去问，你觉得我还需要培养哪些技能去更加的 better prepare for this position， 或者当你去 hire 这个职位的时候，你会更加看重哪些 criteria， 最后去结束这一场面试。当然了，我觉得不是说4C 每
一个你都要去这么问，我只是想提供一些问问题的思路。我觉得大的原则就是 again， 就像我说的，面试的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展现你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在前面你觉得哪一些故事你真的很想讲，你没有讲出来，你在这个问问题的环节是非常好的，把主动权放在自己的手里面，以问问题的形式顺便带出来你的这一个长项。比如说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巴拉巴拉，你就是说一下自己的强处，然后再去问问题，到此一场 behavior interview 就结束了。最后我想再分享5个 tips 吧。第一，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说话慢一些。我在每一场面试之前不会再去看任何的材料什么的，我只会告诉自己一定要说话慢一些，因为其实人一紧张很容易说话就变得快，你说的越快就容易说多，一说多会给人一种不太稳重的形象。所以你在说任何话的时候都提前告诉自己，边说边想我要说的慢一些。第二个 tips， 如果你真的遇到不会答的问题，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表现得非常的淡定，其次用一种反问的形式去拖延一下思考的时间。比如说可以再跟他 confirm 一下，你是想说这一些点吗？还是你认为这一些点是你想听答案？去 clarify 一下。大部分面试官不是想要去刁难你的。第三点呢，可以去 Glassdoor 搜一下面经，上面有很多面试过的人分享他们的经验，我相信各行各业也都有相应的一些论坛，一定要充分利用它。第四点呢，大家也都知道面试之后最好去发一个 thank you letter，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自己的一个小心机吧。 in person 的面试的话，我曾经还是会真的准备卡片，面完了之后会在公司的大厅去手写 thank you card， 最好提及到你们面试的时候聊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点，而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 template。 我写完之后会交给前台，麻烦他们递交给到我的面试官。说实话也不是为了留下多么好的一个印象吧，主要也是确实很感谢他们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愿意花他们的时间来面试我。我其实是有种感谢每一个愿意在我身上花时间的人的。一个小小的卡片也可以表达我的心意。第5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改变自己，不要 overthink。每次面试之后我都会去复盘，我今天面的怎么样啊，就像考试结束之后想要去对个答案一样。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感觉复盘的越多，结论都是我这次面太糟了，从来没有觉得说越复盘越觉得哇这次简直天衣无缝，表现得太好了。你总会觉得我这么回答这个问题他会不会这么想，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深深的内耗当中。如果说这个面试没有拿到，你会觉得就不应该这么回答，下次问这个问题我应该那么回答。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决定一个工作你能不能拿到的因素太多了，就算是同一个答案给到2个面试官，他们的想法都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是没有办法预知说这个面试官会喜欢怎样的答案来去定制自己的答案的。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改变我们自己，你就一直坚定你自己的那个答案，就是会吸引来和你同频并且欣赏你的人。我们也常说其实找工作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嘛。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准备面试的心得。就像我说的，准备面试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每一点其实都能深挖，说出来很多。我自己又不是一个职场博主，所以今天说的还算是蛮浅的。但是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探讨。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